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我现在在基隆市的正滨渔港，今天要来这里参观2025年基隆潮艺术的展览。这个展览分为成展区、山展区，还有海展区。上午我已经参观过成展区，下午就来参观海展区。海展区主要是在正滨渔会大楼这里，这个地方我来过很多次了，不过以前来这栋大楼都是没有对外开放，所以今天趁着这个展览，就来参观一下渔会正滨大楼。这栋大楼是完工于日本时代昭和10年，1935年，现在是历史建筑。这里有基隆潮艺术的展区介绍。海展区主要就是在渔会正滨大楼，这边有5件作品，另外2件作品是在阿根纳造船厂，还有7号部落。渔会正滨大楼，我今天主要不是为了艺术而来，而是为了这栋大楼而来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栋大楼。基隆潮艺术，这栋建筑今年满90岁。The Waves 是韩国艺术家任兴纯的作品，他持续关注越战遗留下来的影响，以及被国家机器隐匿的丽水顺天抗争及月4号事件，以影像记录他们的故事。这是渔会正滨大楼的中庭，里面有一件作品，这件作品是海潮周朝梨。本次展览内容为在基隆的韩国人。1945年日本战败后返回故乡的韩国人，以及滞留在基隆的韩国人。回家的船，基隆正滨渔港附近中正路656号，俗称胜利巷，是由1946年日军战败后，一群被滞留于台湾的韩国人所组成的社区，在地的教会成了在地社群的联系中心。朝鲜楼，1921年左右，韩国人开始在台湾油库内开了几家韩国妓院。这是张子恩的作品《如雨如秀》。这届的作品是《雨都显影》，地面有白色的雨伞。哦，这边的房间内地面都是一只一只白色的雨伞。基隆是雨都。
我认识渔会正滨大楼超过20年，今天是第一次进来参观，非常的感动。2025年基隆潮艺术海展区主要的展馆点就是在渔会正滨大楼。今天是非假日，游客非常少，所以逛起来感觉非常的非常的舒适宜兰。正滨渔会大楼的格局就像是四合院。现在窗户看出去是中庭，所以5件作品就分布在渔会正滨大楼里面。这里是这个展区最后一个作品区。这是来自泰国的作品。绕了一圈，回到渔会正滨大楼的门口了。那楼上的部分没有开放参观。正滨鱼市场。参观完渔会正滨大楼，我已经尽兴了。不过既然附近还有2个作品，我就走路去看一下好了。阿根纳造船厂，还有7号部落，都是我熟悉的地方。就速去速回。那我老婆已经，好吧，我们夫妻就各自寻欢。天气那么热，前面的和平桥，旧称基隆桥，是台湾第1座跨海大桥。不过现在的桥是后来改建的。已经不是日本时代的旧桥面貌。这里是著名的正滨渔港彩色街屋。哇，这种天气拍摄起来的风景真是漂亮啊！我走到彩色街屋的对岸了。和平桥，前面是阿根纳造船厂遗构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作品在那边。哦，蛮遥远的。有别的路可以通往那里吗？这是原住民广场，前面的建筑是基隆市原住民文化会馆。早年有很多来自花莲的阿美族来到基隆八尺门这里从事渔业，所以在海滨社区这边有一个7号部落，应该是没有办法接近。这是2025年基隆潮艺术海展区的一个作品，海滨国宅。这是当年政府新建的国民住宅，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在这边的阿美族族人，可以购买国宅。7号部落又称海滨部落。这是部落聚会所。曹艺术的作品我没看到。我走到另外一边还是没看到。
刚刚问的本地人，不是在部落聚会所，而是要往这边爬上去，往观景平台。这里有指标，作品方向。标在这个地方，谁知道？应该在楼下的步道入口那边要有标志吧？这边有个指标。爬上来了，前面就是阿根纳观景台，可能是在那里吧。石板屋。哦，作品在这里。植物志转印术，旗号的文化记事簿。这是类似植物拓印吧。前面就是著名的阿根纳观景台了。我终于看完海展区最后一个作品了，只是没想到还要爬上来阿根纳观景台这里。我刚才还跟我老婆说，我很快就回到正滨渔港彩色街屋跟她会合了，看样子是要迟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老婆，对的人总是会迟到，如果不会迟到，就不是对的人。我现在从这里走往基隆市原住民文化会馆。这边可以搭电梯下去，从5楼搭电梯到1楼。这里也没有潮艺术的指标。原住民广场，这里是日本时代金瓜石线的终点。矿物转运枢纽，煤，基隆矿文化路径。我忘记我老婆了，坐在那边痴痴的等。等你等到没冰了啦。哦。冰咖啡，等我等到没冰，我们就坐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欣赏正滨渔港的风景。那我们今天的基隆潮艺术海展区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。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